哇！我哋終於嚟到00000啦，有幾多個零啊？原来这里只是一个纪念碑，真正的赤道线在这里向北200米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建好赤道纪念碑很多年之后，才有 GPS 定位技术。经过测试才发现，赤道原来不是在这个位置。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份幽默感是如此的浓烈。哇！5個零，5個零。好期待啊！嚟呢度。呢個嘢係做乜嘅呢？會唔會係煮滾水呢？Look at the leaves and focus here i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1, 2, 3. That's crazy. Any vortex or spinning? Wow. No, right? That proves that here in Ecuador, nothing ever happens. Okay? No hurricanes, cyclones, typhoons, or tornadoes. It's a We're magic gonna trick. move this. It's a magic trick. Yes, and I'm a good magician. And I'm gonna try to prove that. That is how the typhoons or cyclones spin in Australia, okay? And as I mentioned, if you move these but 1,000 kilometers from here, far away from the equator line, the force of the water is going to be stronger than here. Closer to the equator, no Coriolis effect, the force of the water, it is 0, okay? You want to pull it up and plug up the sinks here? We're in America. 呢個係唔落嘅。我落啊。 What you need? Diego. Guys, question. It is Diego a good magician? 导游说，这与科氏力有关，是地球自转时引致的方向偏移现象。在赤道上倒水就会直线往下流，在南半球水会顺时针流动，在北半球就变为逆时针流动。越接近地球两极，科氏力就会越大，而在赤道上，科氏力几乎为零，所以就出现了在赤道上还有南北半球水流方向都不相同的情况啦。但是，有人认为倒水是会影响水流方向，这里的实验结果可能与科氏力毫无关系。我们再回放看一下，在南半球的时候是这样倒水，在北半球的时候是这样倒水。那为什么在赤道上水流没有漩涡呢？那是因为这个实验一开始就做水不用倒，水是静止状态的。你觉得怎么样？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无论如何，时间就和流水一样，一去不回头。正如你看着这段影片一样，到现在已经流走了几分钟了，那就一直看到最后吧，哈哈。Challenge accepted. 倒完水
又来导弹。导游说，在赤道上，南北半球的磁场引力相同，不会偏向南或偏向北。本来导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真赤道线上，难度会降低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在铁钉上树立生鸡蛋。为了鼓励大家参加挑战，博物馆将会对成功的挑战者颁发导弹大师认证。无论竖立或者倒立，总有一款适合你啊！但要注意的是，横立是不算的。今天我们能获得导弹大师的认证吗？经过努力、努力再努力，究竟导弹和引力有没有关系呢？信不信由你呗。还有一个实验不方便在镜头前面做，大家都可能很有兴趣，那就是所有人在赤道上量体重会轻大约1%左右。如果按照50公斤的人计算，那么几乎就会减少1斤。导游说，因为在赤道线上地心引力最小，再加上地球自转在赤道引起的离心力，体重就会因此变轻了。想不到吧？只要住在赤道这里，人人都可以减肥成功。这算不算是一种安慰呢？我们也来到附近的布鲁拉乌尔火山，在保护区门口登记身份证件，就可以免费进入。这个火山距离上次喷发是2300多年前，现在是厄瓜多的地球植物保护区。这里有特殊的地质，加上太平洋吹来的云朵，为植物提供很好的生长环境。在斜坡和峡谷有大量植被，吸引力超强哟。目前发现有多达180种鸟类在这里生活，真是一个鸟人共存宜居的好地方呢。从观景台到下面的火山口是1.8公里，步行来回估计要1个多小时。我们这次时间不多，留待下次再去探索火山口吧。喜欢眼睛去旅行的你，不要错过现在荧幕推荐的下一部影片哦！感谢你看到最后，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 ciao。